哎，你们大多数的人如果去想象我每天的生活，是不是感觉应该是挺幸福？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，每天回家一开门，有一个大胖娇妻给我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臂弯，两个可爱的孩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然后我就像电视剧里独立女性大女主一样，给自己装呼的端起来一杯香槟，享受家庭和事业平衡下的幸福。完全不是。就昨天晚上我被大胖媳妇给气哭了，自己给自己关厕所，哭了10分钟。我昨天的工作特别忙，我刚出差回来，从机场直接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拍东西，拍了一下午也没拍完。这是我女儿就放学了，得有人接她。完，我老公人没了，我就让阿姨替他去。结果让阿姨刚来，给我打电话说找不着我女儿校车的下车点，是给我急的。那么我老公哪去了呢？人丢了。他本来是记得的，我教过他下班之后怎么去找那个地铁站。结果去地铁站的路上呢，人家饿了，顺着烤冷面那边人就去了，找到了烤冷面，也吃着了烤冷面，但不知道咋折返了。我说你不记得你路过什么地标吗？他说我记得，我是在兰州拉面那儿拐的弯。但是返程的时候，我发现有数家兰州拉面都长一样，所以他迷失兰州了，迷失兰州了。他这1个月丢4次了，而且不光是丢，就啥大事小事都得是找我帮他。每一次我不耐烦了跟他喊，他就是示弱加撒娇。那我不认识汉字吗？那我说汉语别人听不懂了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那你就帮人家嘛。然后我就没招了，我就那你说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帮人家了，他也挺可怜的，那就都我操心我管吧。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大胖媳妇表面的憨傻有可能是个世纪骗局，她实际上是个 AI， 她的出厂设置就是为了制服我生产的，我就没有招。她这个性格在视频里可能是可爱，但在现实里就是克我。最后我把他给找着了，给整回家了。一回家那是一个鸡飞狗跳啊，拿铁把载奥达的气球给咬了，然后引爆的爆炸声把自己给吓哭了，俩人撕巴起来了。我爸过来给我们做饭，问我啥东西都在哪儿。阿姨过来跟我说要给拿铁明天预约打什么什么针。我女儿过来跟我说明天学校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拿铁就是一个哇哇哭。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有语言障碍，只有我是交通枢纽，只有我在这解决问题。我这个枢纽都快崩了，人我老公还没进5环呢。吃饭的时候，我这边工作之前录的一个东西，甲方一直不满意。我说现在大家都小一点声，嘘，妈妈需要录一个东西。我老公说 You need a break from work。我爸说这菜要凉了啊。我女儿说 Why？ 我儿子说啥呢？我就嫌烦，我说我吃完了，你们赶紧吃。然后我就自己回卧室里去，把门一关，重新一遍遍整。你说谁工作的时候不心烦吧？等我好不容易整完的时候，我出来饿的都快突突了，我想坐下吃口饭，一口都没有了，盘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一根菜都没给我剩。我就问我老公，我说我的饭呢？他说你不是说你吃晚饭了吗？我都吃了，那不能浪费。我没办法，拿起手机就给自己点外卖。那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丝委屈的，就上来那个钻牛角尖的劲儿了，越心越委屈，然后自己进厕所气哭了。我老公都没明白咋回事，在外边问我，你拉肚子了？你咋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呢？我说我吃着啥了？我拉肚子，我拿啥拉呀？我爸感觉到气氛不对，赶紧过来劝我，跟我说，这个男的和女的吧，天生基因就不一样。女的天生就比较会照顾人，就心细，就更容易操心；男的天生就心粗，所以你也别生气。我说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。我曾经就听过一个男生说，我真希望我这辈子有个姐姐，因为姐姐就是特别会照顾人，又能照顾我，又能替我照顾好爸妈。他觉得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就想说，你姐生下来是还债的呀，你命里缺火，你姐命里缺活，生下来就想干活，能不能不把现实问题推卸成物种问题？哪有哪个物种生下来就会照顾人，都是后天逼出来的。因为我们后天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标准不一样，要求不一样，最后才导致我们会照顾人。我老公如果上1天班回来给拿铁换一片尿布，铁岭新区炸了，我奶我爷我家所有的老人都会说，哎呀妈，你看这爸爸多好。我同样也工作1天回家，甚至工作比他更累。我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我姥跟我说，你这孩子养的还是瘦啊，这肯定是营养还是不对，你得寻思家里孩子哺乳，那瘦可不行啊。从来要求都不一样，标准都不一样，所以女生天生会照顾人是最大的谎言。我们不是天生会，我们只是想当一个好女性，当一个好妈妈，这个高考分数线更高锻炼出来的。然后我今天说这些不是吐槽我的生活，我的生活也没有啥悲惨的。我觉得任何的妈妈，不管你的工作表面上是很光鲜的还是很平凡的，回到家的繁琐都是一样的。我就是想跟所有年轻的女性、年轻的妈妈们说，不要总是那么喜欢自我反省、自我谴责，也不用那么轻易的就对周围的一切产生同情、愧疚，然后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自己身上，还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。其实别人也不一定多心疼你，人都习惯了。别学咱们妈妈那代人，就是我很苦，我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你有那个牙，你往肚里咽干啥呀？你咬它呀，你咬它呀。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，好紧张啊！ brother, m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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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ico brother。哎呦我的妈！
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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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大意了啊！哎，我婆婆昨天跟我老公产生了重大经济纠纷，给我打电话让我评理。因为啥呢？我女儿啊，快6岁了，昨天掉了人生第一颗牙。这个国外呢有个传说，就是小孩掉了牙就放到枕头底，然后晚上牙仙子会来到他的卧室，把牙取走，然后给小孩留点钱。我女儿呢本来牙掉了挺疼，要哭，结果一听说还给钱，当时憋回去了。乐呵的拿着他那个小牙放到塑料袋里，说：“晚安吧，各位，我上去了，晚上牙仙子就要来了。”我女儿上楼之后呢，我婆婆就问我老公了：“那你说这牙仙子谁当的？”我老公说：“我当不了，我兜里没有现金，他呢没有收款码，给不出去这钱。”我婆婆说：“我呢，咱说也不是不能当，但是我现在兜里呢没有小钱儿，我最小的现金是$20。你说我拿$20，那得是换什么牙？金牙呀？这个铜块有点昂贵，要不然呢，今天晚上我就先把那牙拿走，完给他留封信，就说下次掉牙的时候一起给，然后你呢明天赶紧去求点现金，完你给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打白条啊，你嫌牙仙子的铜块太贵，你可以换个便宜的，你就不信他这一套，还牙仙儿，你就换来自铁岭张彩玲他奶奶那套铜话。都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，铁岭童话的尽头是大马猴嘛，你就说牙让大马猴给吃了，他们的童话节约成本，大马猴不要钱。然后呢，我老公就睡着了，就当爸爸的就容易比较粗心，但是我婆婆还是很细心很善良的，到底伪装这个牙仙儿，把这个钱放到我女儿枕头底下了。第二天我女儿醒来一看，枕头底下$20，非常开心，然后正好周末一家一块逛街去了。到了商场，我女儿就相中了个帽子，就跟她爸说：“爸，你说你这17根头发，头皮都快被晒漏了，我给你买个帽子吧，今儿我有钱。”我婆婆当时就着急了，那是牙仙子的钱。我女儿说：“但是牙仙子给我了呀。”我婆婆说：“但是你可以还她呀。”我女儿说：“我不认识牙仙子，我怎么还？”我婆婆说：“我认识牙仙子，他昨天晚上不把钱给你放你枕头底下了吗？你今天晚上你再放回去，完我告诉他，今晚他再来。”我女儿说：“他拿我当核酸点呢，天天来，他拿我当核酸点呢。你告诉他不给钱不用来了，我下次掉牙的时候我自己会告诉他。”我婆婆一看跟孩子说压根没有用，就得跟大人说。我老公贼高兴，搁那试帽子呢。然后我婆婆过来了，偷摸跟我老公说：“你把帽子给我退了。”我老公说：“这是我女儿的心意，我退什么退？”我婆婆薅着我老公帽子要退，你给我退了！你女儿心意从哪来的？我老公说：“人牙仙子给孩子的，你别撕吧，你别撕吧，你再撕吧，大马猴来了啊，给你抓走，喂老妖精。”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和这个男人呢，昨天大撕了一回。他说他要对别的女人动心，我现在基本想走司法程序，但是我呢，亏在我一个孩子在人手里，我不知道咋整。你们也可以帮我出招。咋回事呢？我不去年回来参加节目来了吗？当时外国人不让入境，我寻思我怀着孕在宾馆隔离，很难再带个4岁孩子跟着我，而且翟耀达当时还在上学，那我就先行一步呗，这个疫情应该很快能过去，完他俩再来。但是我呢，确实高估了国外这个办事能力。我回来之后，国外没清，反倒爆发了，所以呢，他更来不了了。但是我还是没回去，我想在国内生孩子，我想活。我需要一个智商平均线在25以上的专业医疗团队，我不想再去伦敦的医院了。不给病床，光给瑜伽垫，没有温水，只有大冰块。病号饭、面粉包淀粉，没有别的馅儿。吸氧护士不开闸，只能抽塑料袋。我说我不想回伦敦，我不想再遭遇这种误毒噩梦，我不回去生。他说要不然你就凑合生呗，生不好应该也生不死。我说那你要这么唠嗑，你现在去吃温香去，你也吃不死，你咋不吃呢？后来呢，拿铁不就在中国出生的吗？所以就是他手里一个姑娘，我手里一个儿子。然后昨天视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得回来。要不然这个婚姻经营的很困难，你也不用对我有那么大的自信，我也不是不会对别人动心。我说咱家住的是老年区，就周围方圆8公里，平均年龄79。我知道你喜欢长得娇小的，但咋现在就抽不小的也算吗？70以下的，就楼上有个东欧的克里朵夫斯基，眉眼还行，670斤。我临走时候上他家跟他告别，寻拥抱一下子，那不掉他肚脐里去了吗？里边还有俩猫，外号克里朵夫食人草，我都怀疑他是小孩。我说反正我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不想回去，你有能耐你过来。他说现在只有就是特殊的工作签证或者商务签证才能入境，就换句话说你得是个人才。我说那不就差到这儿了？如果你平时业余爱好不是打游戏是造火箭，别人造的得烧油，你造那玩意儿烧卫生纸就行，那你肯定也能拿着这种签证，就主要就不是人才。但是呢，我有个好闺蜜跟我是真好，给我出个招，说你看你老公虽然回不来，
但是你女儿咋要打是正经八百中国公民呢？那也是就是短视频界的国民女儿们。你能不能想个招跟哪航空公司联系一下，就是绕过他爸这个载体，让他自己回来，完跟你和拿铁不就团聚了吗？我是觉得呢这个招有点损，但是呢谁的闺蜜不给出点阴招呢，对不？然后昨天也是画完画嘛，我就把我的想法给说了，我就急眼了，真急眼了，说坚决不放，不可能放，除非我把拿铁邮过去，他接着儿子放姑娘，一个换一个，否则免谈。然后挂打电话给我撂了，俺俩认识这些年第一次撂我电话，你这事就谈崩了吗？结果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的我知道我不是个人才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见过成龙，我还有合照，咱不行就往这个方向使使劲，不行吗？就说我是他保镖，我是他保镖。